宰相大人，今日脉象稳重，较之昨日似有好转呐。胡说八道！老夫的命，老夫最清楚。是大人，大人，我这里还有个方子。裴良记恨要留下，你去吧。要是皇上那儿知道了，笨蛋！我不说，皇上怎么能知道呢？是，多谢宰相大人，小人这就把药方交给府里管事的。那小人告退。祖父，去吧。是。红儿，什么事说吧。祖父，杨国忠来了。他是一个人吗？是一个人。让他在外厅等会儿，扶起来。哎，祖父，祖父，我骂他走人就完了啊！你不懂，就按我说的去做。把桌上的那碗50散拿来。祖父，你不能再喝了。杨大人认不出我来了吧？宰相大人，叫我国忠。好，叫你国忠。你没有想到吧？老夫又站起来了。没想到，国忠明日就要赴剑南督战了。行前特来拜望你老人家。你是来探一探，好让心里有底吧？国忠一直受大人栽培，一言一行受大人影响，所思所想皆逃不过大人的法眼呢。你不愿意去剑南，我也不愿意你去啊。可是你去了，我就能多活几天，你说呢？大人不会仅满足于苟活几日吧？错了，你错了。就是苟活能有几日啊？我死以后，能接掌大权的人非你莫属。我现在已经这样了，几乎不来风，也换不来雨啊！我还能有什么样的打算呢？大人既不为贪恋几日，又没有别的打算，那为何非要将国忠？为何非要将国忠排挤出京师呢？我气不过。我看着你如何羽翼丰满、振翅而降的。你不该临飞时把大朝的人给啄了。你呀，你太着急了。你看着那个相位，你是一刻也挡不了了呀。不是我国忠太急，是庙堂之争太险。云波诡谲，世事难料，国忠出于自保，不得不伤人，这也是大人你一手教的。杨国忠，你这个恩将仇报的小人！我祖父的病都是因你而起的，临走你还不放过他！红儿，国忠啊，孩子小不懂事，莫怪他呀。我知道我的病已经好不了了，我死你必为相。如果还念一点过去的恩情，人死愿消，老夫求你放过我的子孙。难道还要老夫
不给你跪下吗？啊！好，国忠就答应你。祖父，左相，也是风萧消息，易水寒了。国忠去了，朝廷这边全照左相。杨大人放心，我会数着日子，等待你凯旋还朝。国忠，拜托了。首相李林甫求见皇上。首相李林甫求见皇上。魏父，都病成这样了，就不要讲君臣之礼了。皇上，臣几十年来从未越礼，临了就让臣保持这一名节吧。快吧，我做拿阵出来，便在首相的后背。行吗，林父？都退下。皇上啊，臣临来之前服了双份的50散呐。这药虽然有些毒性，可是给气呀。林父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这样服药，那不是残害自己吗？臣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，多一天少一天已经无所谓了。但是臣有些话要奏报皇上啊。你说，朕听着呢。自开元22年，皇上选择了臣为宰相，至今已经有整整19年了。臣是皇上登基以来任职最长的宰相。19年来，臣未敢有丝毫的懈怠之心。皇上也同样给予了臣无限的信任，期间又将臣荣升为首辅宰相。不论后人将如何评论臣的功过是非，这段日子对臣来说，无不充满对皇上的感恩之情。19年来，林府自以为还算尽到了职责，为皇上制定的政纲，不能说尽善尽美，政府也不能说白璧无瑕，臣李林甫也不能说没有失误。然而大唐的昌盛却是有目共睹的。是，大唐的昌盛，你李林甫功不可没。开元天宝之盛唐气象，是我华夏有史以来历代王朝均不可企及的巅峰时代。然而天道之术，盛极而衰呀，皇上。是吗？这也是臣对皇上最后的奏报了。经济的繁荣，并不能保证天下就不出乱子啊。人们只知道享乐，不思进取，歌舞升平的背后，人心的贪欲愈加膨胀，种种弊病也就随之涌现。臣只想说2个数字，皇上也许能领悟一二。你
说。就说朝廷机构的庞大，官至30以下，皇上知道有多少吗？有78562员，吏字左史以上有137610员，而入仕之名额更是不能胜计。不仅官员多，将兵多，凡镇兵49万人马8万余匹。每年军事用布达1020万匹，耗粮190万户。这么大的官员以军费开支，朝廷已不堪重负了。皇上，市场虽然是购销两旺，手工业强劲发展，但生产的大多是奢侈品。皇室贵族豪强财阀们生活奢靡，追求奇巧，觅取宝货，人们上行下效，社会风气日下。皇上该大力气整治了。首相究竟要说什么？朕怎么越来越听不懂了呢？边境的战事屡败，皇上欲再展大唐雄风的志向，何以如此啊？人们失去了志向，没人再愿意奉献。大唐的繁华风俗如何维持？必然会由盛而衰呀！你是不是身体不适，带来心情的抑郁啊？臣如此奏报皇上，臣自知是死罪呀。臣思虑了几天，还是要说：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望皇上不要降罪臣的家人。臣多年来得罪了一大批人，太子也在其中。臣知道死后会留下骂名的，臣不在乎了。臣唯愿皇上和我大唐永久昌盛富强啊！皇上是千古大帝，但若要做万世之明君，万不可有始无终啊！皇上。首相一番话，朕印象颇为深刻。朕会善待你的家人。来人，护送首相回府。皇上，皇上。公元752年，继唐天宝11年，李林甫在郁郁寡欢中死去。玄宗皇帝也因此失去了最后一个独裁而又强势的中枢领导人。朝廷同时召回了已经到达成都的杨国忠，并由他接替了李林甫的职位。老迈的玄宗皇帝率领着杨国忠，把大唐带向了一条险峻之路。哎呀，真是一项有一项的风格呀！啊！李林甫注重的是内在的震慑，你看，新任首相在意的是外部的尊贵。作为首相，无论哪种风格，都要在百官心中树立起威信，或者以信取威，或者以威取信，两者必居其一，否则朝廷的车轮很难运转。是啊。哟，宰相大人。宰相大人，二位都在呢。二位来，请。请。好。姬大人是，通知吏部，将常年累月等待着的备选官员，以其资历才干放发官职，促其快速到任，及展开公务啊！宰相大人，这些人按照惯例，那是要等一阵子的。惯例没有道理啊，因为人家在朝中没有人，就让人家旷日持久的等着。下边又急需这些官员，等到垂垂老矣，不骂娘才怪呢。好，是我这就去办。对了你顺便通知有关吏员做好准备，我要亲自监督，用快捷手法查点核对库藏，量度岁入岁出，做到心中有数。是。左相，这样一来就可以在短期内制定出增加中下级官员俸禄的计划，不要再像以前那样，
半年1年拖来拖去，弄得下级官员怨声载道。你看呢？首相真是快人快语，雷厉风行啊！我是从下边做上来的，深知中下级官员之艰难和苦恼啊。再者，总要启用新人呐。首相大人，蜀中传来不好的消息啊！剑南节度留后李密率兵7万去攻打南诏，结果全军覆没呀！我临行前把一切交代得好好的。这个李密，他怎么就……暂时不要奏报皇上，得把本翻回来再奏报他老人家。是。立刻去函剑南节度衙门，让他们不遗余力，全师出动，在1个月之内务必大赢南诏，否则就撤了他们衙门首脑的职务，另派新人。今天本将召你们来，是要与诸位做一笔大买卖。我要你们去漠北收买阿布斯的所有军官，不管花多少钱，华禄山都不在乎。我要买下这支精锐之师。诸位现在就去领定金，事成之后，本将军还有重赏。一句话，你们要不惜一切，把阿布斯的所有人马，统统都给我买回来。祝贵妃娘娘生日安康！祝贵妃娘娘生日安康！别礼了。奏乐。三郎，臣妾过生日都放到三郎上朝的含元殿了，臣妾实在是有些承受不起。还有，三郎让杨氏一门太过贵盛，臣妾觉得我们杨家所得太多，心里不安的。玉环，如今天下升平，为你的36岁生日隆重的庆贺一下，又有何妨？至于你的家人，也没什么。国忠是以他的才能取得相位的。至于你其他的堂兄弟，虽然依你的关系，但并不是太显贵。三郎忙了许久，先去歇一歇，睡一觉，不必在这一直陪着臣妾。这么热闹的场面，朕舍不得离开啊。在想什么？是在想刚见过的朕的那些老嫔妃吧？你是想你到了他们这个年纪会是什么样？三郎怎么一下子就猜到了臣妾的心思？这么说，朕没猜错。你也不用再想了。朕明白，到了那个年纪，你还是最美的女人，而朕将会不在了。与剑南的情势相反，安禄山近日收降了阿布斯的军队，捡了个大便宜。共58000人，大部分是骑兵。
如此一来，安禄山的势力大增，其兵力以盖天下。皇上得知此事，非常满意。你说这个大胖胡儿，他怎么就有这样的旁门左道，老能哄得皇上高兴满意呢？皇上把安禄山视作东北边防的万里长城，不施加以超出常人的恩赐。现在安禄山不仅身兼3镇统帅，天下禁兵皆在掌握。更让人不安的是，他的亲信将领全部都是胡人。他同时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发号施令，这样一来，大唐的边防军队几乎成了他私人武装。这恐怕不能以满意一词来评价了吧？三郎现在就像是个市井汉子，还是温柔的好汉子。女人喝多了也没挨打。来，为什么要打呀？女人喝多了更美更有风韵，在平时是看不到的。来。三郎，他们散了吗？随他们去。别忘了，阿满和花花都还是单身女子，这时候不让他们热闹热闹，心里会更冷清，更难过。对，现在臣妾和三郎就这样静静地待在一起。玉环，朕告诉你，朕一直是个爱繁华的人，唯有今晚，朕悟到了清静也是独有的一种享受。三郎，臣妾知道，其实三郎也是个心细如发的男人。这是女人的福气，真看不出啊！下个月三郎就70岁了，现在看着三郎比太子还要强健呢。可不是嘛！来，你摸摸，货真价实。但愿上苍保佑三郎活到80岁、90岁，也是这个样子。这是臣妾的私心，知道吗？只有三郎健朗长寿，臣妾才能有个好依靠。朕知道，朕不信一个人能活到100岁，但是为了你，朕一定好好保养，活到91岁吧。91岁。那就是说臣妾还能陪20年，臣妾也知足了。安将军你好难等啊！应该不难吧？杨大宰相哪次找我办事儿没办？对，你提醒得好。本相希望安将军能够保持以往那副热心肠。那当然，首相代表皇上主持朝政，因而首相指向哪儿，咱就打向哪儿。好啊，那就请入席吧。哥舒翰将军也在殿内恭候将军呢。哥舒翰我忘说了，今日宴会是皇上赐的，为安将军和哥舒翰将军洗尘，将军请吧。
是什么菜？啊，将军，这道菜肴叫热络河，是用鹿血煮鹿肠而成呀。吃不惯，吃不惯，好吃，好吃啊！皇上知道你哥舒翰爱吃热络河，特地命人捕了活鹿，为你做的。感谢皇上恩典。好吃，好吃啊！将军，你何必这样呢？我的父亲是杂胡，母亲是胡人。虽然将军的父亲是胡人，母亲也是胡人，咱俩的种族颇为相同，可为什么就不能相亲相近呢？哎呀，古人说，野种的狐狸向那祖先的洞窟嚎叫，是不吉祥的，这是忘本呐！你安禄山只要与我哥舒翰亲近，我怎么敢不尽心呢？你在讥笑我是杂种胡人？不，将军误会了。哥舒翰竟敢以狐狸来比拟我胡人，你以为我是白痴？听不懂你的话里的话吗？将军，你的酒喝得太多了。是有点多了，头疼啊，头疼。来人，在，把哥舒翰将军扶回府邸休息。是。安将军，记得我们之间第一次喝酒，是在你平卢节度衙门。那天晚上的酒让本相印象深刻呀。当然记得，那时候右相大人还是个使节帮办。对，对，那是我杨国忠人微言轻。哪儿的话，我安禄山没那么势利，只要代表了皇上，我都一视同仁。难道你没有这个印象？好，本相现在就代表皇上敬将军一杯。嘿嘿。皇上万分关切前线的战局，然而我听说安将军似乎突然改变了主意，停止了对契丹的攻势，所以本相不甚明白，将军是保存实力另有所图，还是忘记了过往的兵败之耻？看看，我们的新任首相，一旦朝权在手，便踌躇满志，以天下为己任了啊！将军，手下也是职责所系嘛。将军，你应该懂得朝廷的制度，亲情为私，执法为公。本相知道皇上待将军为家人，但制度就是制度。本相不能因为皇上对你的恩宠而忘记了你我的职责。不错，我军是暂停了对契丹的攻势，这打仗嘛，总得有攻有守。怎么到了我安禄山头上，就成了保存实力另有所图了呢？什么叫忘却兵败之耻？谁忘却了兵败之耻？首相的剑南节度刘后率兵7万去攻打南诏，结果全军覆没，这不是兵败之耻？有人隐瞒失败，假报获胜，又增兵讨伐，仍然遭到惨败，前后2次损失将士接近20万，这不是兵败之耻？这样的兵败之耻，有人据实上奏皇上吗？究竟是谁忘记了你我的职责呀？我倒是要好好的讨教讨教。
这杯酒，将军还是要喝的吧？这酒我就不奉陪了。本相可是代表皇上敬将军的。3年前我就向皇上请得了这块免酒的金牌，我不喝也是谨遵圣谕。二位慢慢喝吧，本将告辞了。消息，有人在给他传递消息。你们怎么把事情办成了这样？国中也太急于结束南诏的战事了。欲速则不达。老奴也是头一次听说我军在南诏连遭败绩，皇上应对此事有个说法，否则边疆大将们会认为皇上赏罚不明。老奴还以为首相如果知错不认，则难以服众啊。不要再说了，让朕仔细考虑一下。是。怎么了？正心事重重的，要不然把那个大胖子叫到宫里来，再逗三郎乐乐。安禄山已经回范阳了。这么快就走了？可不是走了吗？将相不和。这国中也真是，安禄山应该不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啊。国中啊，还是嫩了点儿。在驾驭边帅方面，李林甫可是比他老道的多了。那三郎可得多提醒提醒国中。岂止是提醒啊，朕一直替他拽着缰绳引路呢。与将军们打交道，尤其是与胡人将领打交道，是不能依照常规的。那三郎更得教教国中，别真就让他误了大事。有些事可以教，有些事是教不了的。自身的人格魅力，你教得了吗？并不是你执掌的权力，别人就一定听你的。国中要学会兼容并蓄，海纳百川。大臣们老是觉得朕给安禄山的赏赐超乎了常人，他们哪里知道，对那些蛮汉的种族，最重要的莫过于情感的接近。情感既是凝聚，也是束缚。将军。将军，朝廷内没了李林甫，应该没什么不快的呀。没了老虎，又来了豺狼。李林甫怎么说也是有大本事的人，可那杨国忠，他算什么？要什么没什么，还敢对我安禄山颐指气使、指手画脚，太可笑了！我早就说过了，杨国忠是个狭隘的小人，根本不是将军的对手。我也就是看着皇上的面子，要不这一次我早就置他于死地了。南诏的战败，换了别人，就是有10个脑袋也早被砍掉了。皇上的面子，将军为什么要看皇上的面子？难道皇上的面子也能不看？我高尚从科举落地的那天起，就已经不看这张虚伪的面子了。这是一个腐朽透顶的帝国，是一个充满了不公的帝国。表面上看随尽奢华，但内部已经虚弱的不堪一击了。我早就看好了将军，只有你来做这个腐朽帝国的终结者呀！你这个儒生很危险呐！是很危险。像我这样心怀不满的儒生，与将军这样拥有强大武力的边帅结合，才是颠覆这个王朝最危险的力量。难道你就不怕我把你送交皇上？我替将军设计了一切，
你就是把我送给皇上，又能对将军有什么好处呢？何况我高尚早已立志，宁愿反叛朝廷而死，也绝不咬着草根求活。行了，你不要再给我灌输这些了。皇上他老人家把能给我的都给了我安禄山，真要是迈出那一步，也得等到他老人家千秋万岁以后。我明白了，将军。可是不防君子，也得防小人呐。高尚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有备才能无患。你准备去吧，总不能让杨国忠做刀，咱做羊啊！遵命。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将军觐见皇上。将军，不必紧张。皇上对将军攻克石宝城之战，至今记忆犹新呐。皇上若是问什么，我答不上来，大人可得帮着点儿。放心，将军，放心好。请好。你哥舒翰与安禄山是朕的两只翅膀，有了你们，大唐才能如巨鸟高翔，扶摇直上。皇上寓意深刻，臣斗胆进言。既然皇上将两位将军比喻为两翼，那在实力上应再为均衡一些才更好啊。比喻嘛，还那么认真，朕看你杨国忠还是少点诗意。皇上，最近批准了安禄山招降阿不思的6万精锐骑兵归其所管辖，臣以为这已经是太偏重了呀。李使，你看呢？朕可是从未有过厚此薄彼之心呐。皇上，西北与东北相比，皇上更看重西北。只是老奴理解首相的意思，指某一边帅手中的权力过大了，是这样吗？高将军所言极是。臣以为安禄山招降的骑兵原为朔方主力，应归还朔方节度使才更为合理啊。阿不思的旧部是安禄山招降的，他们只买安禄山的账，朕担心朔方节度使统领不了。朕看这样吧，哥舒翰，末将在。你将才难得，仅仅统领陇右一个节度区是有些屈才，那朕就把河西节度区也交由你来统领。另外，既然安禄山被封为东平王，那朕就封你个西平王吧。末将叩谢皇上隆恩。安禄山近来以御寇之名修筑雄武城，储备铠甲军械，又收编铜锣西契丹降者8000余人，组成敢死部队，已经很明显了。安禄山以抵御契丹人为借口，公开整军备战，还分遣胡商进行贸易，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。这是要谋反呐！当年张九龄就说安禄山有反相，后来的王忠嗣也曾说安禄山要谋反。可惜这些皇上都未予理睬，反倒是奏报者自己成了问题。所以我说，谋反的说法要慎重。安禄山是皇上一手扶植起来的，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就说他谋反，那皇上那儿恐怕难以接受啊。那就更需要说服皇上。1次不行2次，2次不行3次，直到皇上能接受为止。2位要记住，要想遏制安禄山的谋反，就必须削夺他的军权。要削夺他的军权，也只有通过皇上才可以办得到。除此之外，再无任何人、任何力量可以办到。我明天就去说服皇上。
确实认出来了。卑职确实认出来了，的确是吉大人。他在范阳留守安庆宗处待了1个时辰，离开后就有哨马往范阳去了。你去吧。是。要记住，此事不能向任何人泄露。卑职清楚。女流之辈哪里是我们的对手啊！姐妹神气，待会儿就让你们跪地喊姐姐。我们有皇上领军，还怕你们不成？对不对啊？我们有娘娘坐镇，杀你们个人仰马翻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就是啊。你们的统帅呢？皇上已经出门了，半路上遇见首相大人，正说话呢，一会儿就到。你们两家还不曾较量过，这回得好好的赛一赛，一定要分出个胜负输赢来，免得呀谁不买谁的账，那可不行。三郎，怎么回事啊？国忠刚刚找朕谈，他说安禄山要造反。有这样的事？问题是，国忠不是随便说的，是正式上奏，还开出了一长串的理由啊！启禀皇上娘娘，小奴请示，是否开始？开始吧。是。都准备好了，预备。这个安禄山凭什么要造反呢？三郎待他不薄啊！朕也不相信，可国忠言之凿凿。三郎，这不是一般的事，会出人命的。是有些情报，但真假难辨啊。可问题是，安禄山确有实力造反的，完全不予理睬，万一出事，就很难办。你看，你们人多不算数。你笨蛋！啊，对了，三郎，为什么不把安禄山叫来问问呢？三头对六面，把事情问清楚。你的想法与国忠的提议一样，他要朕呢，立刻召见安禄山。国忠断言，安禄山必然不敢来。启禀皇上娘娘，第一局以娘娘一方获胜。小奴请示，是否开始第二局？开始吧。是。预备。三郎，那打算怎么办？将相之间也如同这拔河呀，谁是谁非，是黑是白，也只能付诸一试。朕就做一回判审，替他们两个人做一了断吧。了断？三郎真要召安禄山？国忠预言，安禄山绝对不敢来。朕倒要看看他安禄山究竟敢不敢来。怎么样？晋温又报来些什么情况？杨国忠翻脸了，已经正式上奏皇上，说将军要谋反。纪温还提醒将军，说范阳留守将军的周围布有杨国忠的眼线，将军近来所有的举动皆为朝廷所掌握。他杨国忠掌握了什么？无非是说将军在整军备战，这倒能够说清楚。但信上说的一个情况，连我也没有听说过，不知真假。信上怎么说的？说将军通过胡商
私自制造了大量的肥子袍、金银鱼带、腰带等物，企图另见朝廷取唐而代之。这事是真的吗？完了完了！什么人把这样的绝密透露给杨国忠的？将军，真有此事？哎呀，都是我那神教巫师出的主意。他说我是应神而生，是神的化身。我一时着迷，就同意了他们密这些信物，等将来赐予军中的信徒。将军，这些信物一旦被朝廷拿到，那就是谋反的证据啊！这怎么是好？这怎么是好？要不将他们全都付之一炬？烧了信物，也烧不了将军应神而生的伟大使命。留着他们，反而时时刻刻提醒将军，光明之神在召唤着将军去完成这一乾坤之局、生死之搏呀！你是说，要我真的谋反？既然洗刷不清了，将军索性就把这锅生米煮成熟饭吧。与其做嗷嗷待宰的羔羊，不如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呐！不，我还下不了这个手。杨国忠是这王八犊子，太子也是，可是皇上那儿，我过不了这个坎儿。安禄山这条命都是他老人家给的。皇上对将军的好，哪里是真的好啊？不过是些帝王之术啊！将欲弱之，必先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先兴之；将欲夺之，必先予之。皇上，朝廷特使到。安禄山将军无恙，朕近来听到一些传言，颇感小惑，特召将军来朝补谈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辞。又记贵妃也关心鹿儿的冷暖，钦此。臣叩谢皇上隆恩。皇上希望将军明日起身回朝。将军应该明白了吧？皇上已经不信任将军了，召见本身就是怀疑呀。你是说安禄山如果去应召，就可能一去不复返？很可能。杨国忠外战外行，内战却是内行，将军需三思而后行啊。我如果不去，就是宣战。宣战虽然仓促了一点，但取胜还是有70%把握的。将军，皇上身边有杨贵妃呀，杨国忠又时时在皇上身边，只要皇上听信他半句谗言，将军都将万劫不复啊！我今天就动身入朝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是在冒险的，将军。我心中的神在告诉我，去吧。敢冒天下之险者，胜！三郎，一起到温汤里泡泡吧，别一个人坐在这儿发呆了。范阳到长安，再快也得有7天的行程吧？三郎问臣妾，臣妾哪知道啊？自从臣妾跟了三郎，就是从长安的这个宫到那个宫，连长安的地面也没有去过，哪里知道会要多少天呢？这回可好了，安禄山要来长安了，三郎该兑现诺言了吧？带玉环去玩玩吧。哼，
谁知道那个胡儿还敢不敢来见朕？三郎，这可不像你了。三郎总是自信，对国中的判断嗤之以鼻，可事到临头，怎么又怀疑了呢？那你觉着阿禄山会来？他来不来，臣妾都不在意。臣妾只在意三郎。这么多年了，凡是三郎看准了的事情，大致都不会错的。可近几日情况有些不同了，整个朝廷上下都在谈论安禄山谋反。一件事议论的多了，假的也会被说成是真的。这么说是没有道理的，假的就是假的，怎么说那也是假的；真的就是真的，就是不说那也是真的。你呀，还是那么简单。所以说，朕从内心里恨不得只和你们这些简单的人打交道。皇上，皇上，什么事啊？皇上，安禄山已到达东郊驿站。啊，这么快？还不到7天呢。怎么样，三郎？女人总是简单的吧？万岁！起来吧。听到了没有？难道让朕亲自扶你起来不成？皇上，臣本胡人，粗俗愚笨，只知道在边疆为皇上效死力，不善与朝官们交往，肯定惹人妒忌。皇上，有人说臣拥兵太重，心怀异志。皇上，如皇上疑臣，那么就请赐臣死于此地，臣绝无半句怨言。朕的这条命，原本就是皇上给的呀。好了，这又何尝不能领会你心中的委屈呢？是啊。如果原先我只是怀疑，现在我可以肯定的说，安禄山就是要谋反。是的。他居然来了！不仅来了，你们知不知道他又向皇上提什么要求了吗？他竟然请求皇上让他监理墓园总监，还求皇上给他空白的委任告身。皇上居然批准了他的请求。这就是说，今后大唐绝大部分的军马来源由他安禄山掌控，而且今后他有自行任命将领的权利，这还了得吗？皇上是不是有意表明他的用人不疑呀？是啊，如果安禄山要是真的想谋反的话，绝不敢如此明火执仗了。安禄山还有一项请求，让我大感意外。
恭喜你了，吉大人。安禄山替吉大人请求了兵部侍郎兼必救副使的新职位。我弄不明白呀，他安禄山为何对你吉大人如此器重啊？这是离间，离间。是不是离间？齐温心里最清楚。你可以借此去他的官邸谢他安禄山。你告诉他，他既然来了，就不要再想着回去了。你可以走了，吉大人。大人有贵妃做后台呢。来人，等吉温从安禄山的官邸出来之后，找个僻静的地方下手，必须做到死不见尸。是。难道给安禄山通风报信的就是他？除了他还有谁？我让他递，我杨国忠唯恐他不递消息。老夫越来越不懂了，真真假假，是是非非，都乱成一锅粥了。跟着我干什么？杨大人让我今日了结了你吉大人。是吗？从古到今，当叛徒就从来没有过好下场。趁早滚，老子还可以饶你一命。这几个细部改得好，这样起承转合就更光滑了。这也是安将军的功劳，是他建议臣妾采用了最合胡人起臣时的几个书章。哦，如此看来，安将军在长安的这段日子还是有些闲情逸致的。生活在皇上身边，受着皇上庇荫。臣是能吃能睡的，这2天又胖了10余斤呐！好，这就是做将军的素质：吸却雷霆之怒，罢去虎狼之威，收之安泰。啊，好，好，很好。恒儿，儿臣在。朕看你可以抽时间与安将军多交流交流。与淳朴的人打交道，要心贴心。脸碰脸。国忠啊，朕听说范阳又报来些军情，
契丹人又在东北组织攻势了。是有些奏报，但臣以为性质并不严重，充其量也只是杯水风波。你就那么自信？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是可能的，但完全不知军事为何物，完全不到现场，却盲目指挥、横加干预，那就不可取了。这样的教训已经很深刻了。阿禄山呐，朕原想多留你一些日子，但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。东北的二藩不能没有人震慑。当然啦，这也是用皇权来担保你。朕这辈子还没有类似的先例，一名将军居然要朕亲自来担保，你能体会朕的良苦用心吗？忽儿能领会。能领会就好。朕70出头了，有些个想法做法，大臣们已经不能像昔日那样心领神会了。他们也许在心里头埋怨他们的君主大概是太老了，老得连基本的常识都不讲了。安禄山，你要以节中奉国的行动来帮助朕回答大臣们的疑问，这也是朕的临别赠言。公元754年，继唐天宝13年，安禄山冒险入朝，向玄宗皇帝表明了他的忠心，从而使杨国忠的种种预言都归于了徒劳。玄宗皇帝也因此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放归山。高力士说，皇上得知咱们派人搜查了安禄山在京的官邸，非常震怒。我知道了，李宪的京兆是做不成了，撤职诏命我已经拟好了。我听说安禄山有一大批谋士，我担心我们不是在和胡人斗，而是在和咱们汉人的头脑在斗。对了，你这么一说，倒让我想起一个人。多年前我去安禄山的节度区考察，见过一个家伙叫高尚。当时我就纳闷，怎么那个杂胡安禄山居然把属下调教得如此规规矩矩，而且这个高尚说话阴阳怪气，但却知书达理。你去查查这个人的背景。我查过了，这个高尚曾经投靠过前太子，又投靠过现任太子，详情已不可查。后卖身于安禄山，现在是安禄山的大管事。太子，怪不得安禄山那么熟悉皇上的喜好，又那么熟知朝廷的章法，原来是有个太子的门生。所以我们总是这么空口白话，怎么能够说服皇上呢？杨大人，看来要阻止这场大祸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我不做这个左相了，让安禄山来做。左相，这是消除隐患的可行之策。如果安禄山接受这一安排，他就无法反叛；如果他不接受这一安排，则朝廷就可以堂而皇之予以讨伐。你真让我感动了，左相。你不会是临阵逃脱吧？孔子说：“50而知天命，该退则退。”这也许是我能为朝廷所做的最后贡献吧。就依我一次吧，首相，以一人之力换天下太平，值了。好吧，那就把你刚才说的话如实的向皇上奏报。三郎，臣妾和阿蛮我们正在商议如何给大皇帝过寿辰呢。哦，小鬼头又有什么花招啊？大皇帝，你能告诉我贵妃娘娘的干儿子安禄山会不会来呢？那个胡儿当然要来，
不过他不仅仅是来祝寿的，他还有更大的使命。玉环，有一件事你得亲自操持着。朕的荣义郡主不是说好了要嫁给安禄山之子安庆宗吗？是啊，安禄山上次来不是说妥的吗？你出面与安庆宗谈一次，让他与荣义郡主约内就完婚。三郎，臣妾不明白，有那么着急吗？这可是大事啊，你得上心了办。皇上，任命安禄山为左相的诏书起草好了。哦，不看了。对了，3个节度使的人选，杨国忠都定了谁呀？首相提议，范阳节度使由贾询担任，平卢节度使由吕智慧担任，河东节度使由杨光陵担任。嗯，怎么都是杨国忠的同乡、同学、同党啊？这样的人派任东北，能打仗吗？不重蹈南诏的惨败才怪呢。这样，3个节度使的人选不定好，安禄山的左相任命诏书就留中不发。老奴遵旨。将军，这样的单兵装备，在大唐所有的军队中是最精良的。骑兵的装备就更好一些。为了提高马匹的耐久能力，所有的军马从上月起，一律改为粟米和黄豆。炮马快刀只是一方面，关键在人，在将士的士气和能力。将军尽可放心，这些年我们的将士一直在打仗，比较中原那些养尊处优的军队，那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将军，长安的大公子递来消息，贵妃要召见他，要他尽快完婚。这是皇上的安抚举动？不，依我看来，皇上是在制造名分。名分？什么名分？将军，你和皇上成了亲戚，有些事情可就不好办了。哼，亲戚，干娘我都认了，早就是亲戚了。可儒生预感，这是皇上在试探。他老人家是在猜忌。儒生建议将军，不妨对皇上也做一个类似的试探。试探皇上？小王安庆宗叩见贵妃娘娘。小王就免礼了，给安庆宗赐座。是。安庆宗，这位就是荣义郡主。安庆宗，你以前见过贵妃娘娘吗？不，从未见过。听家父数次讲过贵妃娘娘美若天仙，天仙到底什么样，安庆宗从未见过。安庆宗，你失礼了。郡主。对了，说安庆宗礼数不周。既然家父拜贵妃娘娘为母亲，安庆宗理应在师拜祖母礼，敬祖母贵妃娘娘受孙儿一拜。好了，孙儿，起来吧。祖母曾给我父亲喜儿的礼仪，那许多赏钱至今还供奉在范阳。孙儿今日望祖母也赏些钱财给孙儿。还真是啊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安庆宗，你要听清楚了，祖母现在给你的大礼是荣义郡主，你要好好的待她。只要娘娘，只要祖母交代的，除一定照办以外，孙儿还将百倍的照顾郡主。日后安庆宗有什么不周到的，还请荣义郡主海涵。这家伙可真能说呀！河南急报，李师啊，在看什么呢？陛下，河南府尹大西巡急报。安禄山目前与其联络，请求将献给朝廷的3000匹军马途经河南送达京师。安禄山提出每匹马要派2人驾驭，再派22名将领带队。大西巡怀疑安禄山寓意袭击京师，急报陛下，提出疑问。这
不合理呀！每匹马2名军士，3000匹马就是6000军士。难道安禄山真的有谋反之心？6000人马穿越中原，直达京师，实在太过分了，历来没有这么献马的。不管他动机如何，你召安禄山，让他把进献军马的时间推迟到冬季，而且要由朝廷派遣驾驭马匹的军队，不要动用他范养的军队。遵旨。哦，对了，李使，让安禄山来参加他儿子婚礼的诏书发出去了吗？10天前就发出了。你说他会来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吗？陛下惩处在胸，老奴无需多言啊。算了算了，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这一套？陛下，对一个从不按章法出招的胡人，老奴实在拿不准呐。恭迎特使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皇上又派宦官使节来了，是要请将军入朝观看安庆宗公子的婚礼。观看我儿子婚礼是假，召我入朝才是真的。但是皇上让我回范阳，后悔了。可是后悔已经晚了，这脱了缰的野马，怎么能再受别人的束缚呢？啊！这宦官使节，我先不见。就说我病了，明天咱们试探有了结果，再见他一步迟啊！遵命。击鼓齐堂，踊跃用兵，吐国城曹，我独难行。死生契阔，与子成约；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写得多好啊！赠于安庆宗，太糟蹋了。阿满，别这么说，还有荣义郡主。其实郡主也挺可怜的，还有那些公主们都挺可怜的，他们一个个都被大皇帝送来送去的，一不小心还会被那些番人杀掉呢。你呀，就别总是跟我那伤心事了。又为何事伤心呢？三郎醒了，被我们吵醒了吧？睡得像棵砍倒的树，没人拖是动不了的。你在写字啊？安庆宗和荣义郡主成婚，讨个礼，臣妾就写了一幅字，看了不许取笑臣妾。不笑不笑。哎，还是从《诗经》的背风中选出来的。不错，大有长进。击鼓齐堂，踊跃用兵，吐国城曹，我独难行。这2句好，有气魄。可是阿满喜欢另2句。见仁见智嘛。不对呀，安禄山把我们都晾在这儿5天了，不照面儿啊！是啊，有些奇怪。安禄山一向对皇上的使节恩惠有加，
哎，怎么这一次？公公，将军今天的病情有所好转，请公公过去呢。请。安禄山将军接旨。我看你就不要读了吧。说说皇上让你来要做什么呀？将军，皇上召你入朝观看公子的婚礼。观看婚礼？你看我这个样子，免了吧，实在去不了。啊，皇上在骊山新修了一汤池赐予将军呢。汤池？哎呀，能有什么用啊？我在长安的官邸，杨国忠想抄就抄了。将军，皇上已经过问了此事，将肇事者京兆礼县变为零陵太守了。这顶事儿吗？瞧，皇上昨日又来诏书，根本就不接受我安禄山进献军马的提议。我不知道朝廷为何要这样对我啊？来啊，送公公回馆舍吧。公公，请。恭喜将军！有什么可喜的？我安禄山也是被人家逼到这个份儿上的。将军不再存有任何幻想，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，可喜可贺呀！传我的令，从现在起，全军将士做好一切作战准备，秣马厉兵。三郎，臣妾有件事，不知和三郎怎么说，是关于安禄山的。花花、阿满还有国忠都对臣妾说，这事有些严重了。是有些严重，国中所虑不是无因，只是……既然如此，就再召他入朝好了。没那么简单。朕想过了，倘若安禄山不奉诏命，立刻会出事。他势大，真要行动的话，是极为严重的威胁。因此，朕只能用怀柔政策，用感情来羁绊住这个人，使他暂安，慢慢的再设法削弱他。三郎，国忠说得很凶险，他认为随时都有可能生变。这个就很难说了。国忠处理得不够好。作为首相，他多次公开说安禄山有反心，搞得朝廷上下都在议论，只怕会因机生变呢。国忠压不住安禄山，这也疏忽了。听说安禄山不满国忠，如果把国忠罢相，安禄山是否会安心而不会造反？或者罢了国忠，以安禄山取而代之？玉环，你把天下事看得太简单了。罢了国忠，安禄山以为朝廷怕了他，他会更加骄横。至于以他为首辅宰相，那就更不可能。且不说他是胡人，识字不多，就目前的情况看来，即使许他为相，
只怕他也不肯入长安呐。那可如何是好啊？现在只能故作安闲，稳住安禄山。朕派使臣去邀他来长安，他却献马3000匹马，每马2人，那就是6000个范阳兵啊！河南府尹恐怕有诈，上表让朕制止，朕准了。这一招朕错了，应该让他献马来的。6000人入长安，稍加布置，他又能怎样？阻他献马，他必不安，因为朝廷怀疑他，怕他，这会加速了他的变化。如今只看他来不来参加他儿子的婚礼了。怪不得三郎那么着急操办荣义郡主的婚事呢，原来也是为让安禄山早点入朝。虽然有点晚，但网子还是张开了。他钻不钻进来，就看天意了。这段时期一定要时刻警惕。高将军，安禄山推说有病，拒绝来朝观礼。终于摘下面具了。使节从范阳回来，见面就对我哭诉，说安禄山先是避而不见，后是极为傲慢，差一点就回不来了。你去召集大臣，在紫宸殿等候，我这就去奏报皇上。你竟敢阻止本将占卜！将军，只有不明确的事情，人们才启问神明，而眼下的事情都已经非常清楚明确，将军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将军自己就是神明在人间的化身呐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了。军队已经准备完毕，通往长安的道路正在召唤着将军的铁骑，将军只要一声令下，大唐的历史就将随着将军的意志重新改写，将军的姓名也将篆刻于煌煌青史之上啊！将军，可绝大多数将士不知道我安禄山的目标，我该如何解释？为使将军师出有名，儒生刚刚写就了一份征讨檄文。哦，杨家触犯众怒已久，为争取民心，以诛讨杨国忠清君侧为